我要换机了，现在转移一下资料。但是你应该买吗？老实说。黑料朋友那这次三星推出的 Fold 6呢，让我觉得至少从我的出发点对比我手上的 Fold 4来讲，我觉得是绝对可以换了。你看这个外萤幕的比较，整体的比例更像正常的手机。那我觉得这样的萤幕比例，在一般人上手来讲不管你平常的使用双手打字单手操作都更容易上手。那还有重点是呢，里面处理升级到 Snapdragon 8 Gen 3，是新世代的旗舰级处理器。那对比我手上 Fold 4 8 Gen 1，无论它的性能表现上，还有热能的控制上，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还有现在对 AI 功能上面的应用，如果你有依赖本地运算的功能来讲，8 Gen 3当然是可以更轻松的胜任。同时我们使用 Fold 这种折叠的机型呢，就是要运用它的大萤幕嘛。那大萤幕它使用上有一个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多工使用它，同时开启多个 Apps， 自然更好处理器在你一起使用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效能。刚提到嘛，处理器的热能控制更好，那加上它这次机壳里面的设计呢，散热模组的面积也在增大，对比起来就是体验比较好。再来，我觉得很明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铰链的地方，我的 Fold 4在折起来的时候，在这边空间这个地方，整个手机也不是平整的状态。Fold 6呢，它就是完全密合、完全平整，那自然你得到整个握持感就是更好。另外呢，它整体萤幕亮度也提升了不少。作为一个双栖的装置，很多人希望的应该是可以随时打开使用它的大萤幕，这样你就不用再多带一个平板嘛。萤幕的亮度峰值达到了2600尼特，那实用性来讲也是非常有帮助。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提升也是蛮有感的。但这次的升级重点是在它 AI 上面的应用，那我们也实际在我们的应用环境来测试这些重点功能，让大家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到底你们应不应该或是考虑升级你们的手机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OK，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它镜头的配置。主镜头呢5000万画素，长焦镜头1000万画素，那超广角镜头1200万画素。那这次的超广角镜头，它整个模组上面呢都有升级。那整体相机的表现，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我自己觉得它在肤色整个演算法对旁边色泽的控制 HDR 的演算都更加的自然。那同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超广角，那因为 Fold 系列它的机型呢就是双栖嘛，平板手机2合1。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平板都是单颗镜头的配置，那甚至现在有些新出在比较高阶的平板也拿掉他们的超广角。那先前很多人买平板，因为他们做的相关领域，不管室内设计或者防重，常常需要应用那颗超广角拍一些室内的情境，事后可能在做一些注解跟画画，那少了那颗超广角，其实伤害很大。但如果你拿的是 Fold 6来讲，它本身就是3颗镜头，那你用超广角拍摄完之后，你还是可以一样直接打开来，在你拍的室内照上面做画画、做注解，或是直接展示给你的客户看。重点是你也不用再多带一台平板，像先前有人是用手机拍完转到平板上面再给人家看，那现在这一台就直接解决这个所有问题。那其实相机呢也可以搭配 AI 上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应用啦，像如果你在拍摄一个场景，你想要加一个时钟上去做室内设计，那你可以直接用画上去，让大家看到在这个墙面上面多个时钟会是什么样子，或是你挂一幅画或者摆一台相机在上面，现在 AI 功能就可以直接帮你演算出来，所以觉得搭配这样平板应用的设计算是非常的直觉。那另外整个 AI 功能上面有非常大的升级像大家知道嘛，先前 Galaxy 有这个圈选搜寻的方式，你看到什么画面，看到什么东西，你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圈选，让它进行搜寻，让你可以找到这个物品。那或者是你今天在外面不管是看到什么广告的时候，它可能上面有一个 QR code， 那现在你可以直接点着画面圈选这个 QR code 就可以进行搜寻。那圈选搜寻的画面呢，现在可以分成上下萤幕。看我打开来的时候，你在进行圈选的时候，它可以保有上面你本来要搜寻的照片，那下面会有这个 Google 的搜寻列下面，那你可以在应你的需求看你要不要把它向上拉，去看到更多的资讯。那下一点呢，我觉得它翻译功能的强化，我们有实际测试我们用日文英文、中文3个语言之间不同的方式交互翻译。这一点呢，尤其搭配它的折叠萤幕，我觉得是更加实用。因为先前翻译你需要拿手机给人家看，那可能是用听的或是用看的，那其实在这个角度大家都要低头去看画面，那同时有反光的话，非常的不方便。但现在这是折叠萤幕呢，你可以直接用它的外萤幕显示给别人看他要看到的语言，那你内萤幕你就可以随时去切换，那它翻译之后的语言怎么显示，你也可以同时在你的内萤幕看到，所以手机就可以直接这样垂直拿着把萤幕向外翻，那大家都可以用最好的角度看到它要显示的画面。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的折叠机构的话，还真的办不到。那下一点，这个 AI 功能笔记助理呢，也是真的实际使用上我觉得非常的好用。像我们其实在录一段音的时候在课堂或是会议上面，可能在听一段原文的时候，我可能想要随时做它的重点笔记，说
说，这一段我想要加强去讲到什么地方。那先前你这样做笔记跟录音的话，或许是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回头看这个笔记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我这一段重点加强的，先前对比到的这个音档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因为这个 AI 的笔记助理，它可以在你笔记的时候去记住你这个时间轴，去对齐现在录音录到的地方，所以你在回到那个重点的时候，或许你可能漏写了一些地方，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再补上都没有问题。那甚至是进一步呢，你在录音的这个地方，你要直接转文字啊，生成大纲、生成摘要，它都可以直接帮你做到。那这边就真正显示AI 其实在生产力上面功能是强大。那另外像是绘图助理，我们这边也在办公室里面，大家实际来测试，大家画画它到底能生成出什么东西。那像我刚刚讲的嘛，有人可能做室内设计啊，或者是你在拍一些室内房屋的时候，你今天这可能是一个毛坯屋嘛，那可能客户很难去想象说，这个墙面上多了什么会是什么样子，那你可以直接画上去让它生成出来。更深一层像是风格啊，一些设计上面，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单的手绘出来，然后让它展现很多不一样水彩啊、不一样的风格，让大家快速可以看到说你现在脑里的构想在实际成型之后可能会是什么样子，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快速展现给大家看。更实际来讲呢，我觉得它就省下非常多时间。即使你今天是一个绘画技术很好的人，今天客户随时在看的时候，你在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很难让他当下这边等你慢慢画完嘛。那这个快速帮你生成，我觉得就省下非常多时间。那甚至像我了，画画的技术不好，直接依赖这个去生成你想要一些你脑里的想法，快速给人家看，也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刚前一段在讲相机的时候，是给大家看一些实拍照，但是其实在 AI 功能上面，相机上面有非常多的资源。那比如说现在 Super HDR 的照片，其实支援非常多社交的 App， 你可以直接拍下这样的规格上传到你的社群媒体。另外呢，在夜拍的时候，其实它也支援 Instagram。如果你习惯拍摄的方式是开启 Instagram 的相机，直接用它的相机来做拍摄的话，那以前原生相机上面这些重点功能不能支援，那现在 Instagram 上面可以支援夜拍。所以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搭配它这次的全新设计，它使用上啊，再加上这些 AI 功能，在先前其实三星在折叠机上面针对它的软体应用上面，这些优化性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去加强。那同时他们也有思考到说，这种折叠萤幕下面搭配这些 AI 功能，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翻译，它要怎么更好的去应用，其实他们就有想到。所以呢，这次的 Fold 6整体用下来，我觉得是更加成熟的一支折叠手机。很多人问我到底值不值得买或值不值得升级，那我们这边就很老实跟大家讲了，我的分析大概是这样子哈。如果你手上已经有折叠的手机，像是先前的 Fold 4或者更早之前的 Fold 3之前的手机的话，我会觉得这次的 Fold 6是很值得升级，因为以我自己手上使用的是 Fold 4，现在使用过来上 Fold 6，我都会觉得它的改变是非常的明显。那现在 Fold 4使用的是8 Gen 1的处理器那其实一般使用上大致上是可以，但是对比这次的8 Gen 3，整个处理器我刚刚提到嘛，效能上面的进步、韧能上面的控制都是非常的有感。再加上 Fold 系列，我觉得它整个使用起来，你就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手机、平板一个双栖的装置。那平板我觉得使用情境上最实用的就是在多工，你打开大萤幕的时候，不管是要展示更多的东西给人家看，或是一次跑多一个 App 的使用模式，自然就会更受惠于这一次进步的处理器。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很多的 AI 功能，那我们也展示出来它在实际应用上面，在我们生产力上面是有多少的帮助。那如果你说这些 AI 功能会不会因为软体更新下放到更旧的版本 ，Fold 4或许有一点机会，但是我会怀疑会不会全部的功能其实都下放得了，因为毕竟还是要很高的处理效能。那在更早 Fold 3之前的话，我觉得机会非常的渺茫啦，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在那之前的这些机种要升级上来的话，体验上会非常的有感，因为等于你一次升级到的功能就是非常的多。那如果你手上的是去年才买的 Fold 5的话，那或许是可以再等等。本来我们手机就不会推荐大家每一年去更新，那再加上这些 AI 功能，我觉得要下放到8 Gen 2的 Fold 5的话，多少是有点机会。那或许不会100%的功能都下放，但是可以等一下看到说，他们事后如果要推出来说有什么功能会下放到 Fold 5的话，看是有没有缺少什么是你要的。那如果真是有什么功能是你真的很想要在 Fold 6上面的话，那再来进行升级也不迟。那至于如果你是从来没有使用过折叠手机的人，那现在 Fold 6我觉得它的成熟度已经发展那么多年，那还有加上很多周边 App 它的优化程度，那这不仅仅是 App 本身针对 Fold 去优化，那三星自己本身也花了很多努力去针对这些使用情境跟这些开发商去进行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折叠机里面，在三星上面很多 App 的体验是最好的。所以呢，现在正是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但你也要想一下，你到底使用的情境是什么？你是否有这种双装置的需求？那或是你平常在工作情境上会不会需要手机之外再多带一个平板或多带一个笔电，就为了它更大的画面，更好显示一些资讯？那你可能觉得说，现在单带手机的情况下，它显示的资讯不足，在跟客户在谈事情、在开会的时候，你常常会想说，如果我有更大的画面会更好。那像有人说是防重嘛，有人是业务嘛，你可能要给人家看物件的这些照片啊，大萤幕显示更好看，或是要给人家看一些报表。一般手机尺寸真的是不太够用。那你可能常在想说，我想要再多买一台平板，再多携带一台平板。那如果你有 Fold 的话，基本上不用，因为你平常携带的话就是手机的尺寸，那你要在更大的画面给人家看的时候打开就好，根本不用再多带一台装置。那加上我刚刚有提到嘛，这个相机的规格其实是很多平板上面
面根本没有的这种旗舰相机规格。那刚提到这个超广角嘛，像很多平板上面都没有。那你在拍物件，台湾这个房子室内的时候，常常都是超广角才拍得下去，这些厕所的尺寸，那你少那颗镜头其实是差别很大。所以其实这样双栖的配置，配上旗舰级的镜头，对很多人而言就是它有这个硬需求。对比手机加平板来讲啊，很现实的就是这样的尺寸真的是方便携带非常多。那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机型其实它的价格从来就不便宜，但是我觉得思考点是要说，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有双装置的需求，你就要再多买一个装置。那如果这2个装置结合在一起，在一台手机上面，换来的是你所有资料都可以整合在同一个地方，不用再多去考虑买一台，再多带一个装置携带，直接这样放在口袋就可以有所有的功能性在里面的话，考量到你所需要生产力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价格其实不能算太贵。那所以呢，我也是从非常多年前就开始讲，我觉得折叠机的市场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或是一个噱头，它真的是会持续扩大。那到了现在，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如果大家有在考虑啊，可能转换到这样使用模式来使用看的话，我蛮建议大家真的现场去使用啊，去玩这些 App。可能很多平常在考虑、在思考、可能在担心的一些点，在实际使用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或许有这样装置可以改变你本人的工作模式。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想分享的话，也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啊，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那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